20年前，如果有人邀请你晚上一起吃鲍鱼，你大概会瞪大眼睛，你发财了吗？当年鲍鱼可是高端宴席上的硬菜，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一般人家别说吃，连见都很难见到。可是如今走进市场，画风已经大变，曾经的贵族食材沦为平价海产。短短20年，鲍鱼到底经历了什么？竟从一口千金的珍馐变成人人买得起的家常菜。鲍鱼过去之所以能卖出天价，核心原因就2个字：稀缺。这种海洋贝类的娇贵程度超乎想象，对水质要求极高，海水必须清澈无污染，水温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行，太热太冷都会要了它的命。更关键的是，野生鲍鱼十分难捕，它们紧贴栖息在海底岩石缝隙中，渔民要抓鲍鱼，得身披潜水装备潜入海底，再交时间靠经验一个个寻找目标，还要徒手将鲍鱼从石头上硬撬下来。这种捕捞方式效率极低，还伴随着极高的危险。潜水抓鲍鱼不但可能溺水，还要提防暗流和掠食动物的威胁。可以说，每捞上一颗鲍鱼都要拼命换来。除了难抓，鲍鱼生长也很慢。一只小小鲍鱼从孵化变成达到餐桌规格，通常需要3到5年之久，简直是水产界的龟速。这种漫长的成长周期，进一步造成了物以稀为贵。上世纪70年代，全球野生鲍鱼年产量也不过2万吨左右。中国沿海每年捕捞到的野生鲍鱼更是少得可怜。由于产出极少，鲍鱼昂贵的身价早已根深蒂固。从历史上看，鲍鱼自古就是奢侈美味。明清时期，鲍鱼被列为海产8珍之首，是宫廷御膳里的硬通货，非富即贵的人才能享用得起。考古发现显示，早在东周时期，我国就有食用鲍鱼的记录。三国时代的曹操更是视鲍如命，传说他生前酷爱吃鲍鱼，甚至死后儿子们还将珍贵的鲍鱼供奉在灵前，表达哀思。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餐桌文化中，鲍鱼的贵族身份已传承千年。有趣的是，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鲍鱼，有时并非真正的鲍鱼，而是咸鱼干的代称。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去世于沙丘行宫，赵高等人密不发丧，为掩盖尸体气味，特地在车里放满了鲍鱼。这里的鲍鱼其实指的是腥臭刺鼻的咸鱼干，用来盖过尸臭。真正的鲍鱼在古代称作腹鱼，一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改称为鲍鱼。也就是说，真正的鲜鲍鱼在古代极其罕见，连名字都藏在史书文字游戏里，足见其珍贵程度。物以稀为贵，稀缺性直接推高了鲍鱼的售价。2013年的广州，有水产市场的一批顶级两头鲍。所谓两头鲍，指一斤只有2只的大鲍鱼，价格一度飙到每斤2200元人民币，算下来每只鲍鱼要价1100元，真可谓一口千金。有如此暴利诱惑，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乱象。一些不法商贩拿类似鲍鱼的石鳖、黄金鲍来冒充真鲍鱼，以次充好谋取暴利。而2019年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与小沈阳有段经典对白：澳洲鲍鱼4只对不起，没有，引得观众哄笑。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年鲍鱼的稀罕和昂贵，连春晚的笑料都拿它开刀，可见鲍鱼在那时真是稀世珍品般的存在。既然鲍鱼贵在稀缺，那破解之道自然是提高产量，将鲍鱼从神坛拉下凡尘的变革序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揭开。彼时，中国福建连江县的渔民发现，自家近海的水质尤其适合鲍鱼生长，于是开始尝试人工养殖鲍鱼。然而，最初的养殖之路极其坎坷，缺乏成熟技术。人工孵化的小鲍鱼成活率非常低，能顺利长大的寥寥无几，养上1年死一大半，剩不下几只可以卖。养殖户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心血付诸东流。1999年冬天发生了一场灾难，更让人见识到鲍鱼的娇气和养殖的不易。那年东南沿海突然遭遇一场特大寒潮，海水温度骤降，养殖池里的鲍鱼冻死成片，许多养殖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满塘鲍鱼惨变一滩蜗牛尸体，场面触目惊心。这场浩劫彻底暴露了鲍鱼难伺候的天性，稍有气候异常就可能全军覆没。养殖户叫苦连天，
难道人工养鲍鱼真的行不通？关键时刻，科学家们站了出来，他们决定从育种技术上寻找突破口，用杂交选育来培养更强壮的鲍鱼苗。这项工作就像一场生物界的选秀造星，科研人员从成千上万只鲍鱼中精挑细选，找出体格健壮、抗逆性好的种鲍鱼来互相配对，繁殖下一代苗种。经过一代又一代优中选优的培育，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6年多反复试验之后，一个全新品种诞生了。科学家给它取名为东优1号杂色鲍。这位选秀冠军表现极为亮眼，鲍鱼苗的成活率一下飙升到 81.5%， 产量比普通品种翻了1倍还多。2009年，东优1号获得国家水产新品种证书，迅速成为养殖户们竞相引进的明星种，在沿海各大养殖场推广开来。其实，我国人工养殖鲍鱼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80年代初期。1986年，大连水产研究所就曾成功培育出900多万粒鲍鱼苗，皱纹盘鲍品种，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也证明了大规模养殖鲍鱼的可行性。只是早期技术尚不成熟，直到东优1号的出现，才真正让养殖产业看到了希望。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高温仍是南方养殖的一道坎。东优1号虽然皮实了许多，但耐暑能力仍不足。每到炎热夏季，养殖池里鲍鱼就大面积热死。为了给鲍鱼们消暑降温，当时福建一些养殖户甚至想出土办法，夏天把鲍鱼苗装车千里迢迢运到北方海域去避暑，等天凉了再拉回南方。如此南北搬家折腾，不仅麻烦，路上还时常颠簸，死不少鲍鱼苗，损耗很大。这种鲍鱼跨省避暑的奇景在当年传为笑谈，也凸显了养殖技术的局限。科学家们当然不甘心，他们继续卯足干劲攻克难题。这次他们脑洞大开，想出一个绝妙招数给鲍鱼测心率。原来鲍鱼是变温动物，当水温过高时，小心脏会受不了，出现心律不齐。科研人员灵机一动，利用仪器监测鲍鱼的心跳，从中筛选出在高温下心率依然平稳的耐热勇士作为亲本，再让这些耐热爸爸妈妈们去繁殖后代。经过定向培育，他们成功育出一种耐高温能力提高 2.2 摄氏度的新鳃皱鲍品种，昵称吸盘鲍。别小看区区 2.2 摄氏度的差距，福建夏季海水温度常常高达29摄氏度左右，多这2摄氏度耐热能力，往往就决定了养殖场里的鲍鱼究竟是全军覆没还是迎来丰收。吸盘鲍一出世，可把养殖户们乐坏了。有了耐热鲍鱼苗，大家再也不用夏天把鲍鱼长途北运避暑，减少了巨大折腾和损耗。而且这些耐热的小家伙在酷暑中依然吃麻麻香，生长不停，养殖周期大幅缩短，成本也显著降低。养鲍鱼从此不怕夏天高温，使南方养殖如虎添翼。不过吸盘鲍也并非终极完美版本，它虽然皮实，但个头较小，外观品相也一般。养殖户们还盼着能有又大又漂亮的品种问世，好卖个好价钱。2015年，科学家再次发力，采用远亲结合策略，引入北美的大绿鲍做副本，和我国本土皱纹盘鲍做母本杂交，培育出全新的绿盘鲍。这可不得了，新品种体型又大又肥，轻松长到1斤重不在话下，少数优良个体甚至可以长到2斤。传说中半斤一个的 0.5 头鲍，如今真成现实，一只鲍鱼半斤重，2只就有1斤，简直像小盘子一样大。这下鲍鱼个头小，卖相差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在育种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养殖模式也在升级迭代。早期大家养鲍鱼主要用一种吊笼养殖的方法，把鲍鱼苗装进网笼，拴在浮标上，吊在近海海面下养殖。这种方法完全靠天吃饭，海水温度、风浪、台风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大，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养殖就遭殃。后来养殖户研发出深水网箱养殖，把养殖设备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利用深海水质更稳定清凉的优势，让鲍鱼在较佳环境中生长。深水养殖避开了表层海水的温度波动和风浪扰动，鲍鱼长得更快更好。再往近年，
更先进的工厂化养殖逐渐成为主流。养殖户把鲍鱼搬进室内车间，在水池里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水温、水质和喂食节奏，模拟出一年四季如春的最佳环境，让鲍鱼全年无休的生长。工厂化养殖不仅提高了成活率含产量，还把鲍鱼养成商品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大大降低了成本。简单来说，如今的养殖鲍鱼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可以高效率、大批量的生产了。科技的加持让鲍鱼产业迎来产能爆发式增长，海量供给之下，市场价格也应声大跳水。曾经动辄1000元一只的鲍鱼，如今价格宛如过山车般腰斩再腰斩。现在在电商平台上，即使是顶级的大鲜鲍鱼，例如两头鲍，每斤售价已降至约275元，比起2013年高峰时期的2200元，跌去了将近90%。而菜市场里那些个头小一点的鲍鱼，更是便宜的离谱，10块钱买3只已经很常见。许多普通市民惊喜地发现，自己终于可以想吃就买，想吃就吃，轻松实现传说中的鲍鱼自由了。现在别说逢年过节，平日里买几只鲍鱼回家煮粥、清蒸、烧汤都不稀奇。鲍鱼彻底从酒店高档菜变成了居家小菜。中国有句话，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福建连江县正是著名的中国鲍鱼之乡，连江一地的鲍鱼养殖产量在全国举足轻重。2024年，连江鲍鱼养殖产量达到约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换句话说，全中国每3只鲍鱼中就有1只是连江出品。当地围绕鲍鱼已形成从苗种、养殖、饲料到加工、销售的一条龙产业链，年产值近100亿元。得益于全国各地养殖业的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1大鲍鱼生产国，年产量超过20万吨，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庞大供给下，鲍鱼价格持续走低。2025年，鲍鱼价格甚至比前一年进一步腰斩。在一些城市市场，普通规格的鲜鲍鱼单只价格从2024年的8到9元降到了4到5元。生鲜电商上促销更加疯狂，4只装的鲜活小鲍鱼套餐只卖 8.8 元，折合每只 2.2 元，真比大白菜还便宜。面对如此实惠的价格，不少人开始在家尝试做鲍鱼美食，自己煲鲍鱼粥、清蒸鲍鱼或者切片炒菜，不一而足。鲍鱼彻底从酒店高档菜变成了居家小菜。到了2026年，鲍鱼价格总体保持平稳低位，就连传统上涨价的春节旺季也波澜不惊。以武汉市场为例，平时规格较大的10头鲍，每斤10只左右的鲍鱼，和12头鲍每斤只要30元上下。难怪现在很多家庭的年夜饭菜单上，清蒸鲍鱼、红烧鲍鱼都成了常见菜，以前只有饭店才能吃到的山珍海味，如今自己下厨也能轻松搞定。鲍鱼价格从天价跳水到白菜价，背后是供给激增和需求转变的双重作用。上游方面，前文所述的技术突破带来产能爆炸，彻底破解了鲍鱼稀缺性的难题。市场上鲍鱼唾手可得，已不再是稀奇玩意。与此同时，下游的需求也在缩减。一方面，由于消费观念改变和政策影响，高端餐饮对鲍鱼的需求大不如前。特别是2012年国内出台8项规定之后，铺张奢华的公款宴请和高档消费受到遏制，高端酒楼里动辄爆餐赤肚的场景大幅减少，直接压缩了鲍鱼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即便民间婚宴、喜宴等场合，昂贵菜品也在减少，大众对天价菜的热情趋于理性。再加上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前些年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等因素，鲍鱼的出口和内需都曾出现下滑。总而言之，在供过于求和、需求疲软的夹击下，昔日虚高的鲍鱼价格不可避免地回落到理性区间。鲍鱼这种高端食材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完成了从奢侈品到平民菜的身份转变。鲍鱼身价暴跌，看似是一场贵族落难记，但对社会经济和消费者来说，却带来了不少积极影响。从消费者角度看，现在普通人用很实惠的价格就能品尝过去只有富人才吃得起的高档食材，丰富了餐桌选择，提升了饮食体验的品质。
想想以前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尝一口鲍鱼，如今花几块钱就能买一只尝鲜，生活俨然变得更有滋味了。从产业角度看，大规模鲍鱼养殖的兴起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养殖需要饵料、生物技术、设备制造，后续还涉及水产加工、冷链物流、销售市场等一整套产业链。随着鲍鱼产业发展，相关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为沿海地区经济注入了活力。在著名的鲍鱼产区，很多渔民靠养鲍鱼发家致富，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了水产重镇，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当然，凡事都有两面，鲍鱼平价化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量和效益的隐忧。首先，不少老饕反映，现在市面上的鲍鱼没以前好吃了。由于工业化养殖追求高效，饲料和环境与野生情况有别，养殖鲍鱼普遍个头虽大，但肉质较为松软，风味也略逊于过去慢养的野生鲍。有些快速出塘的鲍鱼缺乏鲜味和弹性，口感差强人意。可以说，为了产量和成本，其美味程度打了折扣。这种口感上的妥协其实是意料之中，毕竟养殖场不可能给每只鲍鱼吃天然海藻，慢悠悠长10几年才上市，那样成本就上天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用口感的轻微下降换取了价格的大幅下降，这是一种必要的取舍。鲍鱼从少数人的奢华盛宴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家常滋味，实现了美食的普惠，这总比让它继续躺在神坛上供极少数人独享要好。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对养殖户而言也是把双刃剑。当大家一窝蜂养鲍鱼，产量暴增时，市场价格难免滑坡，有时甚至跌破养殖成本。曾有鲍鱼主产区的养殖户算过一本账，一笼养殖的10头鲍成本约700元，但卖价只能500出头，每笼亏损200多元。有的年份鲍鱼大量滞销，养殖户看着满池鲍鱼卖不出去，只能贱价处理，甚至任其老死。不少人贷款投资养殖，结果行情不好，血本无归，最后不得不转产或退出。可见鲍鱼变便宜虽然利民，对生产端却意味着残酷的竞争和风险。如何在保障养殖户收益和市场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也是未来产业需要面对的课题。鲍鱼身价今非昔比，其实并非孤立。在中国的餐桌上，从天价跌落凡间的案例还有不少。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鱼子酱曾经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是西餐高级宴席的标配。早些年，顶级鱼子酱在国内餐厅卖到每克上百元，一小口下肚就是上千块人民币没了。然而，随着鲟鱼人工养殖技术成熟，如今鱼子酱产量大增，价格一落千丈。在网络直播平台上，99元就能买到3小盒鱼子酱，边看主播边下单。不少普通人都把这昔日贵族零食当作日常小吃来尝鲜。娃娃鱼、大鲵这种活化石级的野生珍稀动物，早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捞食用。但随着人工繁育技术攻克，养殖的娃娃鱼子2代可以合法上市销售，一时间娃娃鱼肉成了高端菜市场的新宠。2008年至2012年，堪称娃娃鱼养殖的黄金时期。活体娃娃鱼卖出每斤上千元的天价一尾小鱼苗，甚至标价1080元，许多养殖户年入百万。然而好景不长，2013年以后，随着产能扩大和政府禁止铺张浪费之风，娃娃鱼价格一路下滑。如今市场上批发价跌到每斤20元左右，成了平民水产。不少当年的养殖大户撑不住赔本，只得纷纷转行他业，留下一地鸡毛。高档水果不止山珍海味，某些进口水果近年也上演了亲民化的戏码。比如曾被调侃为车厘子自由指标的进口樱桃，往年价格昂贵，一度象征小康生活。可2026年年初，随着智利车厘子大丰收，大批量涌入国内市场，价格直接腰斩。原本动辄70-80元一斤的樱桃，跌到单撅小果每斤不到30元，三撅大果10斤装只卖300元。老百姓第一次吃樱桃吃到了饱。而广东的荔枝在2025年也迎来了超级大年，全国产量同比激增1倍还多，创下历史新高。市场上非籽效荔枝9块9买3斤，白糖樱荔枝2元1斤，包邮的促销比比皆是，价格低到果农闲摘果子都不划算。
一些荔枝园甚至出现果实掉满地无人采的景象。不过对消费者而言，过去卖高价的樱桃荔枝如今成了日常水果，也算是供需变化带来的意外之喜。由此可见，无论水里游的鲍鱼、鱼子酱，还是地上跑的娃娃鱼，树上长的樱桃荔枝，当技术进步和产业扩张打破了原有的稀缺状态，曾经动辄卖天价的珍馐好味都可能走下神坛，飞入寻常人家。过去我们觉得遥不可及的美食，如今越来越亲民，大众有更多机会去品尝体验，这正是科技和市场力量赋予生活的红利。昔日奢华的鲍鱼变得越来越便宜，这背后是一场人类智慧与市场规律共同谱写的篇章。科学家和养殖户们如同隐形的改变者，通过技术创新改写了鲍鱼的命运。他们让曾经稀有昂贵的海中宝贝变成了工厂里批量生产的商品，把皇宫贵胄才能享用的珍馐带到了百姓的餐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幸事，我们的餐桌选择更加丰富多彩，再也不用对着电视里的山珍海味流口水。在享受这份美味红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价格的下跌源于产业的进步，更源于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奢侈不再被鼓励，创新造福大众，这或许才是鲍鱼神坛跌落给我们的启示。展望未来，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相信会有更多曾经的贵族食材走下神坛，成为你我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美味。也许若干年后，如燕窝、松露这样的昂贵食材也会像鲍鱼一样飞入平常人家也说不定呢。到那时，昔日的山珍海味将真正成为人人触手可及的美食。当然，在欢迎美味平民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既能吃得起，也能持久的吃得到。总之，鲍鱼从奢侈品变身家常菜的故事告诉我们，科技可以改变餐桌，创新惠及众生。曾几何时，鲍餐赤肚是权贵专属，如今鲍鱼已陪伴万千家庭度过平凡三餐。当你花几块钱品尝一口鲜美淡嫩的鲍鱼时，不妨想想它昔日的身价和身世巨变，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也是人类利用智慧改造自然、服务生活的精彩缩影。今后还有哪些美味会步鲍鱼的后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珍惜每一道来之不易的美食。感谢那些为我们拉鲍鱼下神坛的无名英雄吧。